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艺谋戳穿了赵丽颖数次缺席红毯的真相，他给所有女演员提了醒。从戛纳到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再到微博电影之夜，面对国际顶级曝光机会，这位片中与章子怡激烈交锋的女演员选择了消失。难道她不渴望星光？难道她不重视这些镀金时刻？张艺谋在第20条发布会上的那句点评，悄然刺破了这层迷雾。演员的脸不该只出现在红毯上，更该常在角色身上。你能否想象，在拍摄酱园弄法庭戏前夜凌晨3点，赵丽颖的房车里依然传出上海话对白的低语，对着一方小镜子反复调整口型，只为在法庭上吼出那句撕心裂肺的控诉：他杀的不是人，是畜生。那一刻，片场的空气凝固了。监视器后的陈可辛摘下眼镜，用力擦拭眼眶。为饰演第20条里的聋哑农妇，赵丽颖提前2个月把手语词典翻到卷边，指尖因长时间练习红肿变形，她却把手泡进冰水继续比划。更让人愕然的是，她戴耳塞彻底隔绝世界，拒绝与片场任何人闲聊。连张艺谋起初都误会她木讷，丽颖这姑娘好像不太会说话。直到开机后，这位导演才被震醒。每当 action 响起，那个沉默女子瞬间变成绝望母亲，丈夫被判死刑时蜷缩墙角无声抽搐，那种痛苦让摄像机背后的男人也红了眼眶。反观无数女演员为蹭红毯使尽浑身解数，某当红小花裹着3公斤湿滑洛士奇水钻裙摆挪了20分钟红毯，某资深影后压轴出场时，意外踩到裙摆露出价值100万的钻石脚链。闪光灯确实足够炫目，只是当镜头转向他们新片里的僵硬表情，社交平台立刻涌上木头美人的群嘲。红毯上的钻石唇膏会褪色，热搜头条瞬息被覆盖，唯有第20条里赵丽颖滚落的泪珠，至今嵌在观众记忆里。她后背的蝴蝶骨处永远隆起一个包块，这是24岁拍《宫锁珠帘》时从金马上坠落的勋章。曾有造型师试图用遮瑕膏掩盖，赵丽颖却阻止，贴朵花吧。于是那年 Vogue 红毯，黑色露背礼服上诡谲绽放着金色花朵，恰似封印着一场壮烈战役。10年后，在40度高温的雨凤航片场，她绑着护腰一遍遍重拍武打镜头，汗如雨下浸透5层戏服。当后期配音时，喉糖盒里已堆满12颗糖纸，还在为一句无以神魂护此界的气韵反复重录。酱园弄开拍前3个月，赵丽颖的阅读笔记堆满书架，啃完申报影印本，划出数十处民国女权运动记载。化妆间镜面上贴满老照片，阮玲玉饮恨时微扬的脖梗，张爱玲避逆时夹着香烟的尾指。当西林剪断卷发换上西装，片场所有人倒抽冷气，她衔着烟卷俯身签出版合同，钢笔尖戳破3张稿纸，仿佛要捅穿那吃人的世道。最窒息的是狱中那场戏，囚栏内外2道目光如淬火钢刃相击，章子怡突然喃喃道：她严厉的光压得我透不过气。业内流传着一组冰冷数据，去年3大电影节红毯女星人均更换礼服 5.3 套，单人通稿发布 25.7 篇。当经纪公司忙于打包红毯写真发给赞助商时，横店群演见到赵丽颖素颜啃馒头，捧着《民主与法治》杂志蹲在片场角落勾画。上海电影节主持人瞥见她在休息室背台词，高跟鞋整齐摆在脚边，鞋跟沾着前天跑通告时泥泞的痕迹。张艺谋那句警示箴言正变成一记记耳光甩在行业脸上。当某85花卉红毯最佳着装通稿付费60万，网友翻出他在公益短片里念关爱留守儿童时竟看提词器卡壳，
当某顶流被粉丝刷屏控诉2年零新作品，机场照理仍拎着品牌刚送的秀场包。社交媒体上演员上红毯该带作品吗？词条下，某条高赞评论字字见血，红毯上站久了，忘了自己原本是站哪个机位的吧？观众目光越来越毒辣。昨日微博投票显示，68%网友愿追赵丽颖新剧，只因她演戏时不像是明星。当酱园弄西林为女性发声的片段在抖音刷屏，网友扒出饰演者微博简介，仍是单薄的2个字：演员。这份笨拙的专注，恰似熔炉，煅烧出足以刺穿浮华的光。2. 酱园弄悬案尺度惊人，章子怡影后级表演，赵丽颖台词没问题。集齐了章子怡、王传君、易烊千玺、赵丽颖、雷佳音、杨幂等等娱乐圈各种类型演员的酱园弄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腥风血雨气质。坊间对雷佳音的好资源早就颇有微词，易烊千玺实力流量2手抓对家也不少，章子怡更是话题女王。但万万想不到的是，电影从官宣阵容至今，最大的争论发生在赵丽颖和杨幂粉丝之间。想想也合理，毕竟都是85花，你死我活。去年5月份，酱园弄亮相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，彼时的热点主要是章子怡喊话导演剪掉了很多戏份。时隔1年，酱园弄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，同时影片分为上下部上映。上部酱园弄悬案定档2025年6月21日，下部还没有副标题，计划年内上映。犯罪悬疑类的案件分上下2部上映，第一感觉是一个错误的决策。之前有过惨痛教训，太平轮分上下2部上映，第一部票房1.95亿，第2部只有5000万，口碑票房双输。但看过之后可以安心了，分上下2部很正确，很难想象把那么多好素材堆砌在2个小时上映，如果不重剪，一些精彩片段肯定会被埋没。酱园弄悬案改编自真实民国奇案。1945年3月的一天，上海新昌路酱园弄85号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。外号大块头的詹云颖被其妻詹周氏用菜刀砍杀，分尸时被楼下住户发现血迹，随即报警入狱。1945年，一审宣判詹周氏死刑。1948年，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。故事横跨3个时代：日伪时期、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上海解放前后。因此，这就不单单是一个惊悚悬疑犯罪故事，更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。酱园弄剖开的是一个女人如何在层层重压下沦为困兽，最终在绝望深渊挥刀反噬的血泪图景。从小到大，詹周氏都没有被真正善待过，时代的压迫如影随形，婚姻的牢笼冰冷彻骨。丈夫本是她阴暗生活中好不容易照进来的一抹阳光，但赌博让这个男人转性。那个时代，男人身上所有的不幸都可以用克夫2字轻轻掩盖，丈夫殴打妻子一定是妻子哪里做的不对。詹周氏并不是有所觉醒才杀夫，她是在暴力压迫下不得已的反抗。她的觉醒开始于走进监狱那一刻。西林和王许梅是她觉醒过程中的最大推动力和精神支柱。西林写为杀夫者便创造舆论环境，王许梅教会詹周氏自尊自强，让詹周氏从一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到奋起反抗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。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无疑是整部电影的灵魂与风暴眼，她的表演在极致的压抑与爆发的毁灭之间，在行尸走肉的麻木与生命本能的灼热之间，在蝼蚁般的卑微与惊天动地的决裂之间游刃有余。影片前半段，章子怡赋予詹周氏一种近乎窒息的凝滞感，她的眼神时常放空，仿佛灵魂已从这副饱受摧残的躯壳中抽离。干活的动作机械麻木，似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。决定性的杀戮时刻，
章子怡的处理并非歇斯底里的狂怒，而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清醒的疯狂。那眼神不再是空洞，而是凝聚了一种动物濒死反扑前，混合着恐惧决绝和被逼至绝境后奇异的平静。酱园弄的厚重感得益于其构建的复杂人物图谱。雷佳音饰演的警察局长薛志武宁愿舍去逃走的船票，也要将詹周氏送上刑场。西林没有沉溺于上流社会的浮华生活，而是一直为妇女权益奔走，甚至在法庭上质问法官。王许梅一心求生，把自己对生的向往传递给詹周氏，自己却突然死亡。每一个人都循着自己家庭出身、性格、成长经历共同铺就的道路前进。大时代动荡背景下，人如蝼蚁，艰难求生。陈可辛的导演手法是将酱园弄从个体悲剧升华为时代预言的利器。它并非仅仅呈现一桩奇案，而是用冷静到近乎残忍的镜头语言，进行了一场精密的社会病理学解剖。酱园弄的震撼力远不止于对一个世纪前旧案的勾陈，它是一面映照当下灵魂的明镜，迫使我们看清那些曾将詹周氏推向刀锋的结构性暴力，并未随着酱园弄消失而消散殆尽，他们只是换上了新的皮囊。最后说下秘力之争，两方粉丝都拿着对方的台词表演来审判。作为局外人，沉浸式的观影过程中，根本感受不到什么台词功底的高低，每一个人的表演都很精彩。唯一违和的一点是杨幂饰演的王许梅开口唱曲前2句真有点接受不了。地铁老人看手机脸，不过起饭后也还好。另剧透一点，王许梅在自己戏份的结尾奉献了非常感人的表演。电影止于日本战败投降，国民党军队接管上海。从最后的预告看，下一集范伟、刺杀等演员将亮相，詹周氏逐渐变得强大，警察局长薛志武预计会有反转。